大家好，大家晚安，我是卡爾先生，帶您掌握週期，財富自由哈。台積電呢，剛剛才給出歷史上最棒的財報，最強的財報，但是隔天呢，台股卻暴跌將近3000點，創下歷史上台股下跌最高的點位。那麼現在大家真正要注意的，不是呢這些公司或企業的財報好不好，或未來公司經營狀況好不好，而是大家要注意市場上的籌碼跟槓桿已經擁擠到什麼程度哦？因為什麼會這樣講？因為韓國股市從這樣上漲到最高點，到現在不到1個月的時間，已經下跌了將近30%了，已經跌入熊市了。超過120萬個這個開槓桿的這個投資人的賬戶被追繳保證金了。那麼將近有50萬的投資人本金已經歸零了，甚至開始欠銀行錢了。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拆解的是韓國的槓桿風暴是怎麼形成的，還有呢，台灣股市跟韓國股市這一次很相似的地方在哪裡？還有呢，韓國的這個狀況會不會延伸到美股？也可以來看美股最重要的是最後一定要聽到最後今天卡爾先生會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手上有股票的，或者是有開槓桿的，或者是有借錢的，此时此刻你可以做的5件事情是什麼好，今天提到內容都是卡爾先生個人的觀察、觀點跟經驗分享不構成任何個別股票的投資建議或買賣推薦都是我個人的這個經驗的分享而已，請大家投資的時候務必要多多參考不同的訊息，自己為自己的投資負責任，做出投資的決策好，首先呢，在影片的直播的最開始，跟大家講4個最重要的關鍵字4個最重要的關鍵字。第一個是槓桿是一種放大器，不管你今天去融資，還是你拿股票、房地產去質押去借款，還是你投資什麼2倍甚至3倍的這個 ETF 那麼這一類的投資，你漲的時候它會放大你的獲利，你會感覺這個漲越快賺越多。但是要注意一件事情，它在下跌的時候呢，同樣也會放大，会加倍你虧損的速度跟幅度。好，這第一個。第二個，追繳跟斷头。借錢買股票的時候呢，如果你的擔保品的價值跌破門檻，券商呢會要求你要補錢的，這個叫融資追繳 margin call。如果你的錢還不出來，你沒有辦法補繳更多的錢的話，券商是會直接把你的股票賣掉，這個叫斷頭。斷頭不是你決定要不要賣，是券商會直接幫你就把股票賣掉，你的錢只要繳不出來，他也不會跟你商量，他直接會把你股票賣掉，而且通常賣掉的時候都是賣在很差的價格。再來第3個叫做什麼？螺旋。大量斷頭賣壓出籠的時候呢，會把股價再度往下壓。那麼再度往下壓呢，就可能会砸出下一批追繳的人，下一批開槓桿追繳保證金的人，然後再砸出下一批斷頭的人，然後就下跌平倉再下跌，那麼這會形成一個向下下跌的自我強化的这个循環，也就是去槓桿的死亡螺旋。那麼再來呢，還有最重要的這一次最重要一點叫做量化交易，就是程式交易。過去1年多以來呢，尤其是從今年2月底開始，不管是美國股市、韓國股市、台灣股市，都有大量的量化交易、程式交易進場在做多股票，所以你才會覺得很奇怪，為什麼這個2、3月底的時候呢，股市是這樣噴發的，它不是45度角，大概75度角噴發上來。基本面有好到它可以75度角噴發嗎？沒有，是因為大量在做量化交易的機構跟散戶都在做量化交易，那麼股價才會像發瘋似的一樣往上漲。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量化交易的特質是它根本也不用去看基本面，它是靠程式去推斷的。所以它會怎麼樣？它會追漲殺跌，上漲的時候呢，會讓它漲得非常快，一下子就讓它漲停；下跌的時候，它也會變本加厲，不斷的把股價往下灌殺。所以而且量化交易就會造成盤面呢會上下震動，幅度會非常非常的大。好，知道這4個關鍵字之後呢，我們來看7月17號星期五，台灣加權指數開低走低，收盤收在42671點。
單日暴跌將近快3萬點啊，3000點，不好意思啊，跌幅高達 6.47%。這個跌點呢，直接呢打破去年4月7號2065點，那個時候就是川普宣布對等關稅啊，那麼成為台灣歷史上最大的單日跌點。那麼盤面上呢，指數一口氣灌破45000、44000、43000三個整數關卡啊，而且最重要的是，快收盤的時候呢，空方又大砍了247點啊。那麼籌碼上呢，外資單日賣超現貨1890億台幣，三大法人合計呢賣超2617億台幣啊。那麼全市場大概1500個個股下跌啊。那麼很多晶圓代工啦、記憶體啦、封測啦、PCB 啦，一堆公司都跌停啊。那麼很多同學、很多的這個朋友就問我說：“哎，那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好，答案呢就看2個地方。第一個是前一天晚上台積電的法說會，好，另外一個呢是已經燒了1個月的韓國股市。好，那我們先來看一看台積電的法說會。好，7月16號呢，台積電法說會，台積電的基本面非常好。第二季稅後純益高達7065億台幣啊，年增高達77.4%，快75%啊。EPS 也是很誇張到高達27.25%，它的毛利率呢拉高到68%，再創新高啊。那麼全年的用美元計價的營收呢，從原本預估成長30%到成長略高於40%哦。那聽起來很多東西都非常好啊，那怎麼台積電會跌成這樣子？因為市場上的機構投資人是盯着另外一個數字看，他不是看我剛剛講的那個數字，他看的是什麼？資本支出。台積電今年資本支出呢，從520億增加到560億美元，大幅上調，從600到640億美元。同時，他宣布在亞利桑那州呢再投資1000億美元。所以在美國累計的投資金額會拉高到2600億，甚至到3000億美元。好，那麼機構投資人在想什麼？他在想說，你錢雖然賺得多，可是你花得更兇啊。所以機構投資人法人開始在擔心，你這個不管是台積電還是台積電的上游的這些公司，你 AI 投資 AI 的規模一直膨脹，會不會壓縮你未來的毛利率跟現金流？好，那麼當天晚上呢，台積電的 ADR 呢就逆勢走跌 2.3%， 台指期夜盤崩掉了上千點，隔天現貨開低走低，台積電股票下跌180元，收在2290元，跌幅 7.3%。好，那麼台積電財報是史上最強，為什麼單日的跌點卻是當天的下跌卻是史上最大？這說明什麼？說明短線現在的問題根本不在台積電的業績好不好，不在基本面未来看不看好的問題，在於籌碼太擁擠了啊！請大家注意的把我這個整個邏輯聽完，你就會理解了。股價漲多了，大家都想跑啊。那我們再來講台積電之後，再來看韓國。韓國指數在6月19號衝上9385點，創歷史新高的時候，從年初以來從今年1月1號以來大漲122%，你沒聽錯哦，不到半年的時間呢，漲了快1倍多，成為全世界最強的市場啊。然後發生什麼事？然後6月23號發生了黑色星期二，股價重挫觸發熔斷。7月8號的時候呢，收盤再跌到7246點，距離高點在7月8號的時候，距離6月23號高點已經下跌超過20%了，正式跌入技術性的熊市。7月13號發生黑色星期一，單日暴跌了快9%，收在6805點，跌破了这個7000整數大關。7月16號呢，收在6820點，從高點算下來，它1個月不到的時間已經跌掉了27%。禮拜五是因為沒開市，開市有可能就搞不好跌超過30%。那麼這個禮拜五呢，因為韓股不能賣所以外資沒辦法賣韓股怎麼辦？所以有分析師就提到說，外資乾脆就回來砍台股。這個可能就是7月17號台股會放大被下殺的其中一個原因。韓國股市的市值從6月22號將近8000兆韓元的高峰，到7月中，不到只有3個多禮拜而已只剩下6000兆。
3個禮拜蒸發到2000兆韓元，換算是1.3兆美元，超過40兆台幣。3個禮拜40兆台幣沒有，1個月蒸發掉的財富可能比國家1整年的 GDP 都還要多。好，那麼為什麼韓國股市會跌那麼猛？好，因為關鍵的問題是它上漲的時候呢，幾乎全部的韓國民眾都上車了，而且裡面很多人是借錢上車的。好，韓國的人口呢有5100萬。那麼韓國的活躍的證券賬戶有1億877萬個，等於平均每一個人呢就有2個賬戶，好，2個賬戶，好，那麼光是今年上半年呢就增加了1000萬個賬戶，連韓國的未成年的人也進場，第一季未成年的開戶量呢高達27%，跟你講一個很神奇的數字哦，韓國三星電子啊未成年的股東竟然有35萬，什麼意思？韓國三星電子每100張股票裡面就10張股票買它的人是未成年的，為什麼？因為很多爸爸媽媽幫自己小孩子開戶去買韓國三星的股票。好，那麼再來呢？韓國人已經借錢借到極限了。好，韓國5個大型的商業銀行呢，它的家庭貸款的這個年度的額度，在上半年哦。假設1年他可以拿100億出來借，上半年就被借到85億了，借掉了85%。所以卡爾先生上禮拜的影片《全民皆賭》才講過，這種賭博的氣氛，是危險的。結果呢，這禮拜韓國股市就演給全世界看。當很多韓國人認為韓國股票還會漲的時候，認為不趕快進場追就輸了的時候，變成投資韓國股市變成是全韓國人民共同的共識的時候，槓桿呢已經進入每一個韓國人的家庭裡面。好，那麼為什麼我說這個量化交易呢會讓股市波動變得上上下下非常大？好，讓韓國的股市失控。我們來看，有韓國股市有2個安全的機制。第一個叫熔斷，就是單日韓國的指數只要上漲或下跌超過 8%。那麼全市場呢就會暫停交易20分鐘。韓國從2000年設立這個制度以來呢，26年來只有熔斷13次。那你知道嗎？今年上半年就熔斷7次。好，那麼再來，韓國股市有第2個叫做程式交易暫停。好，就是當韓國股市的期貨呢急漲或急跌呢，就會引發程式交易暫停5分鐘。好，光今年的1月到7月10號。市場呢，總共發生了34次，買方17次，賣方17次，平均2個交易就暫停1次。好，所以你看得懂嗎？這不是單純的下跌，是上衝下洗，代表什麼？代表在這個市場裡面的投資人大量的用槓桿，大量用量化交易程式在交易。好，那很瘋狂。好，漲也熔斷，跌也熔斷。等於是貪婪跟恐懼同時都在韓國股市裡面不斷的被放大。7月13號那一天呢，甚至早上呢先程式交易暫停，下午呢再度熔斷。再度熔断。好，那麼到7月13號的時候呢，韓國超過120萬個用槓桿的散戶投資人被追繳保證金。好，那麼給大家一個數字，跟大家分享一個數字在韓國15到64歲的成年人口大概有3570萬，有120萬個人被追繳保證金，代表什麼呢？每30個韓國人裡面就有1個人收到保證金的追繳。好，那麼這些被追繳保證金裡面，已經有36萬個賬戶已經被券商強制平倉了，本金已經歸零了。那這些賬戶裡面已經有不少人呢，平倉賬戶歸零之後還欠券商錢。好，那麼如果呢把這個估算範圍放寬的話，機構預計整個爆倉的人可能到達46萬戶，不是只有36萬到46萬戶。7月光是前10個交易日被強制斷頭的金額就高達這個4258億韓元，折合台幣97億。97億。好，那麼韓國股市這一次會這個風暴，最主要原因是因為槓桿型的 ETF， 因為今年5月底呢，韓國這個證監會核准發行16檔單一個股的槓桿 ETF， 每天追蹤三星電子跟海力士2倍漲幅，就是三星一天只要漲10%，這個槓桿 ETF 一天就會漲20%，
所以上市之後呢，資金瘋狂的湧入，行情好的時候，很多韓國的人呢，一天就可以賺2倍。你等100萬進去，一天就變200萬。很多年輕人呢就一直排隊上車，然後呢，然後就發生股價反轉。追蹤 SK 海力士的2倍槓桿 ETF 呢，從6月份的高點最深已經跌掉了67%哦，已經2/3跌掉了。三星的槓桿 ETF 呢，也跌掉了60%了。好，那麼這波爆倉的投資人呢，將近有60%多都是20到30歲的年輕人。好，那麼現在搞到連這個韓國呢的金融監督院院長啊，就是負責管理股票的，他說：“我很後悔，當初不應該讓它發行，應該把它擋下來。”好，那麼最新的狀況是7月16號的時候呢，韓國金融委員會趕快踩剎車，暫停所有新的槓桿 ETF 上市。同時呢，你要買槓桿 ETF 的韓國人呢，要把保證金從1000萬韓元拉高3倍到3000萬。然後呢，以前呢，最少買1股就可以，現在一定要買到20股。好，你等於是韓國政府等於不要讓新的資金進來再去買這個槓桿 ETF。好，卡爾先生跟大家講，我的判斷，韓國政府這樣的做法呢，其實會有負面效果。短期之內可能會讓韓國股市下跌更快。為什麼？因為等於沒有新的資金進場接盤嘛。那你原本在上面的人怎麼辦？沒有人進來接，原本在上面的人只能繼續賣嘛，或者原本在上面的人賣了，沒有人進來接嘛，那大家只會更恐慌的拋售股票。好，那麼有朋友就問我說：“那韓國的風暴結束了嗎？”韓國股市呢，從高點到本周四下跌了27%，這裡下跌27%。好，那麼但是呢，韓國股市的融資餘額只有下跌了5%，什麼意思？就是整個大盤已經跌到27%，但是借錢買股票的部位，才縮水了5%。這代表還有一大批散戶還帶着融資借來的錢還套在山頂上，因為股票已經跌到27%嘛，照理說你的融資金額也要減少20%或更多嘛，結果借來的錢只減少5%，那麼等於是借來的錢還套在山頂上，那麼沒有停損，也還沒有被斷頭，還在硬撐，那麼再給大家講一件事情比較誇張的一件事情是，即便是這樣，連7月13號暴跌那一天，外資賣超 1.87 兆韓元，本土機構也賣超了 2.7 兆韓元，結果呢，韓國的散戶逆勢進場買了 4.5 兆韓元，等於外資一直在山頂拋股票，散戶呢就一直用借來的錢在山頂一直接他拋出來股票，在山頂接刀，所以韓國股市去槓桿看來才剛開始而已，這也是為什麼很多機構認為呢，韓國股市的震盪還沒結束，震盪還沒結束，好，那麼回到台灣，很多人說台灣股市跟韓國股市不一樣，我們就把韓國股市跟台灣股市的結構拿出來比一比，第一個我們來看指數的命脈，就是指數的成分股，韓國的三星跟海力士呢，合計兩個股票占韓國股市的總市值的一半。好，那麼台灣的台積電呢，目前占台灣加權指數的44%左右。所以韓國股市跟台灣股市都一樣，就是1到2檔股票呢，就決定了整個市場的走勢，因為權重太高。好，所以這一部分是一樣的。第二部分是全民參與，這一部分也是一模一樣的。韓國股市的有1億個賬戶，5000多萬人，等於人均2個賬戶。那麼台灣台積電的股東人數已經衝到267萬人了，等於每9個台灣人呢就有1個是台積電的股東。第三個呢是籌碼的結構，韓國外資今年持續狂賣韓國股市，那麼散戶呢借錢在高位接盤。好，那麼呢在台灣呢，外資從去年4月以來，已經賣超台股1兆3812億台幣。那麼台灣散戶跟內資呢就外資一直賣，那國內的資金一直接，那麼跟韓國股市一模一樣，融資餘額都還在歷史的高檔，那麼當然還會有差異的，等一下我會平衡報道，我沒有在看空，也沒有在講空，我是很中肯的把我看到的東西跟大家分享，後面我會講，所以大家要看清楚一件事情，韓國跟台灣的劇本幾乎都是同一套，只是演到不同階段而已，
來，我整理這張圖跟大家看一下哈。這個數據呢是到本周五7月16號收盤，台灣股市台灣加權指數從去年的4月低點以來呢，從去年的這個4月低點以來，這個地方大概是18000點這樣一直衝上來。好，在這個過程當中呢，在去年的4月到10月呢，外資買了6171億，後來呢2個月的時間就賣掉了4300億，再幾個月又賣掉了8355億。好，那麼在6月底之前呢，又賣了1177億。好，然後呢，7月到現在外資已經砍了6099億，所以呢，從去年的4月開始到現在，到7月16號收盤，外資已經賣超了1兆3812億。1兆3812億。好，那麼雖然股價還在上漲，但是外資一直賣，那大家要思考一個問題那籌碼是誰接走？這個籌碼就是過去這1年呢暴增的這個散戶啦、純零股的啦、純 ETF 的投資人。我並沒有說外資一定對但是我不是說外資对，然後散戶錯，或散戶對外資錯但是大家一定要靜下來思考你目前的位置，就是當你只要在高點買股票，你只要在这個高點在買股票，你就要思考外資在低點接股票，他在高點把股票賣給你。不管你今天是買股票、買零股還是買 ETF， 現在跟你對做的是外資。而且外資賣股票已經賣了1年多了，就跟韓國股市一模一樣。那我今天呢，請 AI 做一個粗略的推估表，從2020年到2022年，外資賣超台積電大概是138萬張。那我就做了一個統計，不同的時段用600塊、900塊、1300塊。那外資呢，分別在不同時段，一個賣超8000多億、3000多億、7000多億。好，這個不精確的粗估，從2020年到現在，外資已經從台積電提走了1.9兆台幣。那麼有人賣，錢被拿走了嘛？就一定有人把錢補進來嘛，否則外資怎麼可以把錢拿走？那是誰去接手外資的股票呢？台積電股東人數2月底突破了200萬，到5月中變成251萬。台積電今年2月底的股東是200萬，到5月中是251萬，到5月底增加到267萬人。那麼購買台積電零股的股東超過150萬人。而且我有去統計過，這些朋友大部分都是台積電在2000塊以上才進場的。所以請容許我用一個比較不精算的算法，外資拿走的1.9兆，除以現在台積電267萬個股東，平均每個股東接手了外資拋出來71萬台幣的籌碼。好，那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在這裡來，外資在本周五砍了1890億之後呢，他在台指期的空單還加碼到8.6萬口。還繼續加碼到8.6萬口，這裡，加碼到8.6萬口。這代表外資還打算繼續賣股票，繼續做空，這是一個很關鍵。我最後會講，這個數字只降下來之後，代表外資不想做空了。他不想做空是什麼時候？就是不想賣股票的時候。如果他這個數字一直增加，就代表什麼？代表他未來在某一天或某幾天裡面，或某幾個禮拜，他會繼續賣股票。那外資最主要呢，就會砍殺台積電，還有各種的 ETF，好，那麼跟大家報告一下大量散戶借錢買股票，現在不只是在韓國、台灣、亞洲的問題，美國也一模一樣。美國5月份的融資餘額已經衝上1.42兆美元的新高，1年的時間裡面，美國人借錢買股票成長了54%。更誇張的是，有一個數字我做出來的時候，我還以為我看錯了美國人呢的散戶呢，這個把他美國的散戶投資朋友手上的現金部位減掉融資負債的淨額，竟然高達了9917億美元，快1兆美元。這是什麼意思？就是說，卡爾先生現在手上100萬
我100萬全部投資股票裡面沒錢了，我還去跟銀行借，我還跟券商借200萬，你懂意思嗎？就都開槓桿了。我只有100萬的能力可以做股票，結果我去借了200萬在做股票，差不多其實就是這個意思，借了2倍的錢在做股票。好，那麼這個是歷史上最高的數字，也就是美國散戶投資人欠券商跟銀行的錢，比手上的現金還要多，將近快1倍以上。好，那麼以上講的呢，都是我看到的目前槓桿的這個風險。好，那沒有說槓桿高一定會出事，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講要怎麼觀看這個問題。好，那麼剛剛講了很多的這個槓桿的問題，但是我必須老實說，第一，目前呢，台股也好，美股也好，韓國股市也好，這些大公司都還在賺錢，而且錢越賺越多，基本面非常好。台積電單季獲利7065億，創下歷史新高。法說會外資呢之後呢，外資目標價調高到4200塊。好，那麼華泰證券的研究報告也指出，韓國股市這波雖然下殺，但是市場對韓國股市在2026跟2027年的獲利預估還要持續上修3%到6%。好，這個是真的，基本面真的好。好，然後再來第二個，韓國央行也出一個報告，認為這一次 AI 還有半導體的週期呢，超級週期還沒見頂，未來還會這個等於 AI 的熱潮還沒結束。簡單講。那麼再來第三個要講是，韓國股市即便到本周四已經跌掉了27%，今年以來還是漲了60%。好，那麼台股雖然42671啊，周五收盤的時候也還遠遠比去年起漲的漲幅還要高。所以現在並不是 AI 的週期要結束了，並不是公司的基本面跟未来的展望不好，都不是。好，但是現在最關鍵的問題是，股市的槓桿實在太高了，加上有大量的量化交易資金。我剛剛一開始有提到，量化交易會怎麼樣？就是會追漲殺跌。好，然後剛好好死不死又遇到槓桿開那麼高，又有大量量化交易在裡面。好，加上未來如果外資突然拿1-2天或幾個禮拜突然又給你大賣股票，股市只要一點點下跌就好，它不用跌太多，只要跌一點就好。那麼加上量化交易，它会擴大它的跌幅，它下跌的幅度恐怕不会太小。當然，如果接下来止跌轉漲，它上漲的幅度也可能會很高。好，這個就是現在股市的一個狀態，因為槓桿太大了，這第一點。第二點，有量化交易。好，有量化交易。好，那麼回答呢這個影片標題的問題，韓國股市是在演給台灣股市看嗎？我的答案是，兩者基本上是同一套劇本，只是現在演到不同一幕而已。劇本基本上應該都差不多，只是演到不同的階段而已。好，因為韓國股市跟台灣指数，韓国指数跟台灣指數都靠着1-2檔權值股在撐盤。好，那麼這第一個一樣的地方，第二個一樣的地方是外資一直砍，一直殺。好，股票雖然漲，外資一直賣，然後第三個都是散戶在接手。好，然後在第四個是散戶呢都去借錢在接手，而且是借錢在股票的高檔在接手。好，這四個結構呢，台灣股市跟韓國股市幾乎一模一樣。好，但是不同的地方是，台灣還沒有開放像2倍或3倍的這個個股的槓桿 ETF， 所以台灣股市的上漲下跌不会像韓國那麼瘋狂。好，那麼卡爾先生也很中肯跟大家講，我並沒有在看空股市。好，但是我希望去診斷目前股市的體質給大家聽。現在槓桿真的開太大了。好，而且外資還在賣股票。好，那麼量化交易呢太瘋狂了，它會追漲殺跌，它漲的時候会漲得很高。所以你有沒有看？你如果就在看個股，你會發现，好奇怪啊！過去一段時間，有些股票只要一開盤漲了1-2%，它砰就漲停了，就8%、10%就漲停了，有沒有？好，那你就要小心，接下來有些股票如果跌1-2%、2-3%，就砰，它就跌停了，因為那是量化交易。好，那是量化交易，它会追漲殺跌。好，会追漲杀跌。好，那麼所以一旦呢
有稍微下跌的趨勢發生，下跌的幅度是會被放大的哦。好，那我要跟大家報告一下，我不認為我有能力去準確預測下禮拜一的股市是漲還是跌，我也沒辦法告訴你未來幾個禮拜、1個月、2個月、3個月，還是明年後年股市一定漲還是一定跌，我不認為我有這個能力可以跟你講這個事情，但是我可以很負責任的告訴你一件事情，好，在這種體質，目前槓桿開那麼大，又有量化交易，然後外資又在賣股票的這個市場裡，好，決定你可不可以活下來的，不是去預測股市接下來會漲還是會跌，是你有沒有做好準備。這句話很重要，再講一次。現在的重點不是去預測股市接下來會漲還是會跌，是你有沒有做好那個準備。好，所以建議今天晚上就趕快把你手上的券商 APP 打開，檢查一下你的信用賬戶裡面的整戶維持率。好，在台灣呢，法規追繳的這個底線是130%，你不要等到你的維持率掉到130%，已經太慢了。好，一旦低於160%，好，你就要主動還款或者趕快減碼降低槓桿。把這個股票的投資的權利控制在自己手上，你等到你130%的時候呢，是營業員來幫你決定你要不要追加保證金。好，所以不要把這個你的控制權給到別人手上。第二個是趕快做一次-30的壓力測試，什麼意思？把你手上的持股的市值乘以 0.7， 就是你手上的股市的市值如果有100万的，你就乘以 0.7， 等於跌到剩下70万。你有1000萬的，乘以 0.7， 跌到700萬。用這樣的方法問自己3個問題：第一個，你會不會被斷头？好，會不會？好，那你還有沒有錢可以繳，可以補得上來？第三個，如果發生這樣的事情，你的生活費還撐不撐得住？還有最重要一點，如果發生這樣的事情，你晚上還可不可以睡得着？好，這4題只要1題答不出來，就代表你目前的資產配置跟你的槓桿，你目前的股市的資產配置是有問題的，你的槓桿開太大。未來股市如果有反彈，最好分批減碼，趕快把你槓桿降低下來。好，再來第3個，你不懂的商品不要碰，不管是權證啊、期貨啦，拿股票借錢來投資啊，2倍 ETF 啊，拿房地產抵押來做投資啊。好，為什麼？因為這一次在韓國爆倉裡面，60%到70%的人都是第一次使用槓桿的年輕人，這些都是不懂的这一個我剛剛講的這個東西的危險性，好，然後就用。好，再來第4個，下周呢開始要去盯3個數字。第一個是禮拜一韓國股市開盤之後，好，有沒有這個繼續補跌？好，韓國股市什麼時候可以止跌走穩？好，這第一個要觀察數字。第二個要去觀察台股每天收盤後的融資餘額，好，是增加還是減少？好，那為什麼要觀察這個數字？因為未來一段時間，好，發生去槓桿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那麼去槓桿要怎麼觀察？就是融資餘額必須減少，必須大幅降低到某種程度，去槓桿才會結束。好，再來第3個就是我剛剛講的，好，外資的這個台指期，好，台指期的未平倉的空單，好，的數字有沒有往下掉？好，如果還是6萬口、7萬口，甚至8萬口，甚至給你加到9萬口，好，那代表外資打算繼續做空台股的動能就還沒結束。好，那麼我跟大家報告一下哈，這個，請大家理解一件事情哈，我並沒有能力能告訴你未來幾天、幾個禮拜、幾個月股市是漲還是會跌。好，那有人這樣跟你講啊，股市上看5萬呢，上看5萬3呢，我認為你不要聽他5萬跟5萬3，你要聽他怎麼分析的。然後你去分析他的，你去理解他的分析方法，你是否認同？認同你就可以听他的，可以嗎？你不要只是听他告訴你一個數字你就信。好，你看我跟大家在分享這些東西，我都很有邏輯的跟大家分析。
好，我都很有邏輯跟大家分析，好，我也不会直接喊一個數字跟你講，好，所以我不知道未來台灣股市、韓國股市、美國股市是漲是跌，好，但是我只知道現在台灣股市、韓國股市跟美國股市的槓桿已經開太大，好，風險是高的。這個就像怎麼樣？就像花蓮萬里山區現在堰塞湖，好，這個堰塞湖已經積水了，積很多了。那麼，即便現在有專家預測，可能還要再2個月啊、3個月啊，再下一點雨，它都沒關係，還不會崩塌。好，那你認為該怎麼辦？好，因為還不會崩塌，所以山下的居民不用撤離嗎？不對啊，山下的居民要趕快撤離呀，不是因為去預測。還有2個月、3個月、4個月下雨之後才會塌，所以我不用緊張，所以山底下的居民不用先跑，不是啊，山底下的居民要趕快撤離啊。為什麼？萬一突然下禮拜來一個事先無法預測的地震，然後這個堰塞湖就塌了，那要怎麼辦？這個就像在國際的股票市場上、投資市場上，都會發生一些你沒有辦法預料的、預測到的利空可能會發生的。也就是說，這個堰塞湖隨時都有潰堤的可能。如果槓桿沒有開那麼大，好，如果沒有這個全民很多人都借槓桿在做投資，如果沒有外資這樣一直賣，它就不會有這個堰塞湖。但是這樣堰塞湖已經出現了，好，已經出現了，好，所以現在呢是要降低槓桿，好，不要去借你可能還不起的錢來做投資，這才是王道，好，這才是王道。好不好？好，到了我投資做公益的時間哈，非常感謝最左邊的韓小姐哈，響應卡爾先生我投資做公益，也很感謝中間這位 Candy 還有右邊的阿倫響應卡爾先生我投資做公益哈。那麼也歡迎大家一起響應卡爾先生我投資做公益，捐款給跟您有緣的慈善團隊啊、慈善單位。那願意參加的話，可以透過 email 或 Facebook message 把這個捐款的這個收據啊，或捐物資的收據傳給我啊，傳給我。好。等一下10點的時候呢，我會特別用這個技術形態來跟大家分析韓國現在爆雷了，美股台股如何觀察，如何透過技術形態來觀察美股台股會不會也會出事，好，這是更容易觀察的方法。尤其你手上有台積電的股票的，或者你買的 ETF 裡面有很多台積電的比例比較高的，好，我也會用技術形態來告訴你怎麼去觀察台積電233，你接下來是會漲、會平盤還是會跌？好，等一下，我先講清楚，我不是在預測哦，但是我會告訴你怎麼看，讓你自己可以去做判斷。好，未來的走勢會如何？好，這是等一下10點卡爾同學會會員頻道會分享，歡迎大家可以參加卡爾同學會的會員頻道。好，再來呢，明天晚上的9點卡爾同學會的會員頻道裡面會分享。現在華爾街跟全球的投資人開始有一個聲音，我有觀察到一個聲音越來越大了，就是現在 AI 投資那麼多，到底能不能回收啊？就像台積電財報那麼好，股價為什麼會下跌？有個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台積電大幅增加未來資本支出，造成投資人擔心。好，現在已經開始，全世界的主要的機構投資人開始在擔心，你 AI 投那麼多錢進去，還沒看到。怎麼樣？還沒看到賺錢回來，好，我就再多講一點哦。台積電、NVIDIA 他們是賣鏟子的，是美國的幾個大型的雲端廠商 ，Meta 啦、Google 啦，這個微軟啦、Amazon 等等，他們在花大錢在建制 AI 的資料中心，所以才會有台積電那麼多訂單，才有 NVIDIA 那麼多訂單。但是現在是整個供應鏈。已經開始出現一個聲音是說尤其我已經觀察到，尤其這些大型的雲端公司似乎開始有一個聲音在檢討說，該不該繼續花那麼多錢？不是說不花了不是說不花了，只要他們開始錢少花，就可能會影響到整個 AI 供應鏈的訂單。只要他們擴張的速度變慢，不要說不擴張，只要擴張速度變慢，就足以引發一個地震。所以明天的晚上的9點，我會特別來聊一聊這個議題。AI 的錢越燒越多，科技巨頭現在面臨到哪些困難，然後要怎麼做觀察。好，講到這邊呢，我們來聊一聊。就是這一張。
明天我特別會講到，你看哦，這一張是什麼？底下這條線呢是什麼？是雲端服務商，就是美國股市那幾個科技巨頭，他們手上的現金流已經快變負數了。你很難想象哈，Google 這麼賺錢 ，Amazon 這麼賺錢 ，Meta 這麼賺錢 ，Facebook 這麼賺錢，然後這些公司這麼賺錢，他們手上的現金流快負數了呢。可是誰？可是半導體，台積電也好了 ，NVIDIA 也好，晶片供應商相關的，他們手上的現金流爆掉了。你看這2條線是不是有點不是很合理？好，所以明天就特別跟大家講，現在市場上已經開始出現一些聲音，雲端服務商不排除這我先不要預測好了，明天晚上再講所以這個事情要怎麼看？明天晚上我會講明天晚上我會講好，到了卡爾先生碎碎念的時間碎碎念的時間來，那個我記得啊，在上一集在免費直播的时候，我有提到福報很重要那麼為什麼？因為你投資如果要順利，要有福報。如果你的福報用完了，今天你的投資或者你任何好的事情的發生，都是從你身上的福報拿出來的。我們每個人身上就有個福報庫，這裡面的福報呢，只要一旦被用完，你做很多事情就越來越不順，投資可能就越來越不順。那麼就有朋友開始問我說，那做善事不是應該無所求嗎？不要到處跟人說你有做善事嗎？那我去捐錢去幫助別人来累積福報，這個對嗎？那麼還有朋友問我說，同樣都在做善事，為什麼有人的效果比較大，有人效果比較小？好，就像很多這個好朋友聽卡尔先生這5年來一直建議大家要多多捐錢，多做一點善事，那麼他也覺得，我的人生也沒有变得比較順啊。可是就有些人只是默默的做了一些小事，小的善事，貴人就一直出現，為什麼？這個最主要原因呢，是你用什麼心態來做這件事情。好，什麼意思？来，做善事或布施可以分為3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呢，就是你有所求的去做布施。有所求的去做布施。那你是因為我希望呢，我這個布施做善事之後，我可以多累積點福報，或者我做這個好事之後，大家可以認識我这個叫有所求的布施，這是第一個層次。第二個層次呢是無所求，我做了就做了，別人知不知道都沒關係我也沒有要求要得到什麼。第三個叫做無相布施就是連做過這個善事我們都忘記了，不覺得自己在做善事同樣一個做善事比如說同樣捐1000塊。第一層就是怎麼樣？就是這個我做善事是為了累積福報。第二層呢是歡喜心，我做了就好，沒有累積福報，也沒有回報，也沒有人知道都沒關係。第三層呢是什麼？做了就忘了，就忘記了。那麼第一層是怎麼樣？其實有做比沒做好。即便做善事是為了有所求，但是有做總比沒做好。那麼第二層呢？你做善事的時候，不要去求要得到什麼東西，反而你可以得到更多。第三層是連你做過善事，你都不在乎，都忘了。那宇宙就會放大你做善事的能量。所以呢，重點是第一步什麼？就是有做再說。你有所求去做善事也沒有關係，總比沒做來的好。先做善事，先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把它變成一種習慣。先讓你的福報在這個水庫裡面有福報不斷的進賬。這個就像做投資嘛。你總不會等到有一天你變成像巴菲特一樣厲害，你變得非常厲害投資大師，你才要去做投資嘛，並不是嘛。你一定是開始不斷練習，福報也是一樣的。就開始不斷的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先做這第一步，先進場再優化，跟做投資一模一樣。再來呢，第二步才是開始練習。我們在做善事的時候是無所求的。我沒有今天因為做善事我一定要去累積福報或做善事我一定要別人知道等等的。好，那麼再來呢，第3步才是做完不住相，就是不放在心上，不需要別人知道。甚至你連我曾經做過善事、做過好事這個念頭你都放下。這個是什麼意思？因為人的意識是有很強大的能量的。
當你今天在做善事的時候啊，你比如說你做一個善事這個求宇宙求宇宙讓我身體健康，那宇宙覺得你福報如果做得夠多，它就真的讓你身體健康。可是這是有局限性的，好，這是第一層次。第二層次是我做善事的時候呢，你無所求要不要身體健康也沒關係要不要福報沒關係要不要投資順利也沒關係那宇宙反而會給你更大的東西，因為你的心念是沒有限制的，沒有限制一定要怎麼樣，它反而會給你更多的東西，搞不好就讓你身體健康，讓你遇到貴人，讓你投資更順利。好，其實它裡面的邏輯就是這個道理，好不好？好，那麼很感謝線上還有1600位這個朋友願意聽我碎碎念再講一次福報真的很重要。好。我跟幾個玄學的老師討論過，像我跟潘秋倫潘老師就討論過一件事情。他說人要是有福報的時候呢，他講一些錯的東西，有福報的人就會有聽沒有到，或者是沒聽到，或者聽了就不去做。那麼福報不好的時候呢，就比如說卡爾先生講10支標的，有6到7支會中，但是有3到4支不會中。福報不好的時候呢，你就會聽到那3到4支，然後你可能會採取行動。福報好的時候呢，那3到4支你就聽不到，你會聽到就是那6到7支，這是真的。這是真的，就是不是只有聽到是你會採取行動。真的是這樣子。這是我過去幾十年來我的認知。所以做投資很重要，不是只有學投資理財知識，我們在靈性的世界要累積福報，才讓你的投資更順利，好不好？好，願世界和平，願大家健康平安財富自由，大家晚安。